银山温泉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清单，每到了冬天，住宿都一位难求。这一集我会分享不过夜的自助方式，有交通的注意事项，夜间点灯的时间介绍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远处的山有枫叶，然后再更远处一点的已经积雪了，这个渐层很漂亮。我们已经搭上银山线了，在大石田车站出站往左手边走，就可以看到前往银山温泉的巴士站牌。然后要尽早来排队哦，不然像我们这一班，有些人就搭不上了。然后票价的话，已经涨到1人1000日币了。我们到银山温泉了。有点滑哦，你自己走路要小心。刚好在下小雪。我们到银山温泉的入口了。那现在是时间下午1、2点而已。我们打算先找一间咖啡厅坐着，然后可以泡一下这边的日归温泉，然后就等到3、4点点灯以后，拍完美丽的照片，我们就准备下山了。你猜猜看。很暖吗？免费的竹汤都没有人要泡，应该是因为现在正在下大雪。你有没有闻到浓浓的硫磺味？硫磺就是臭了。你有去那个？好像很难反驳更臭吗？香根更臭哈。期待已久的画面终于在我的眼前了。你要做雪人了吗？我们先去吃饭啦，晚一点再出来做啦。你的手不会冷吗？冷啊，但还是要做起来。哦，小版的小废物做完了，想要手不输的做下去。我不要。其实你答应了，我也会害怕。很美这是在下雪。我们午餐选了一间荞麦面的餐厅用餐，然后它可以让我们坐在2楼。这是2楼看出去的景色。然后如果有幸坐在窗边的话，更美哦。我们点了3份，第一份餐点是茄子的荞麦面，就是好吃哦。我本来就喜欢吃茄子啊，所以你问我可能不太准。它茄子的奶味很够。不错吃。这是我点的银山名物套餐，看起来是味噌汤，然后天妇罗，然后这是它的白饭，然后还有一些渍菜跟小菜。你全部上。它这个饭里面有加一些蔬菜下去一起蒸啊，那这些蔬菜看起来也是渍菜的一种，难怪它要另外用这个装，然后还给一个小饭吃。我想说也没有很大碗，怎么不直接给我就好？原来是比较特殊的。现在吃一口饭，上面有芝麻，对啊，这饭配芝麻好好吃哦。腌制物3样，牛拌。这个比较不会那么咸，给你好了。腌瓜子，腌制感没有那么重的腌白菜，跟那个牛舌套餐里面的那个是一样的。这是仙台的名物，这个是好吃刚吃了一根就觉得好大。
一个怪味道。这天妇罗炸还不错，算够数。天妇罗炸虾还蛮大只的。它虾肉好大哦，这个虾子很好吃哎，虾味很重。天妇罗炸虾由我妈来评比啊，她是专门在吃天妇罗炸虾的人。好新鲜哦，它的面皮又比较薄，虾子味是不是很重？这个味道很甜。对啊，这是天妇罗炸虾不错吃。又很大只。这是炸莲藕。不是吧？应该是这个吧？哦，它这个味噌汤太咸了啦，而且看不出来这下面蛙哥，是萝卜吧？没办法跟人家介绍。很少的东西是我吃不出来的，是白萝卜吗？然后这个是我个人的最爱，炸茄子。我是炸茄子系的，台湾只要在卖炸茄子的，我都不会错过。茄子可以说是我的所有蔬菜里面最喜欢吃的。此生吃过最好吃的炸茄子。它这个茄子跟台湾不一样啊，茄子很鲜甜啊。所以你这个不能这样比啊。台湾这是弱势，台湾如果有办法引进这种茄子去炸的话，应该也很强。因为台湾茄子都是比较细长的，它这个是很短肥的，所以它整体的肉会比较多，吃起来比较鲜甜。冬天的那个蔬菜都很好吃。这个茄子我们在路边有看到，就是那种很胖的那种啊，超好吃的。它这个饭不错吃，它用榨菜下去一起蒸。可是不会有那个榨菜这么重咸的味道，它要撒上一点芝麻，那芝麻可以带出整个白饭的香气，很好吃。是不是下雪的时候同时不会下雨？不会啊，雪就是雨啊。他说下雨下到很冷就变成下雪。你吃东西是会先从就是比较没那么好吃的先吃起，最后最好吃的留最后。有的人会这样啊。有啊。要先品尝美味。这间可以啊，推荐，我觉得不错吃。如果吃饱了之后你的美味的话，就是减分了。他们的意思是说，最后一口一定要留最好吃的，这样子吃下去就会觉得这整顿都完整了。刚好进来躲个雪，吃个饭，这间超级推的，然后又可以坐在那个窗户边，很赞。泡得太软了，我觉得荞麦面还好而已，但是我是很晚吃，所以可能也不是很准。这间不错，可以推。吃饱后，雪好像还是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我们正式出发探索银山温泉的魅力，沿着老街往更深处走去。沿路飘逸着大正浪漫的氛围，经过了几座木造的桥梁，就能看到传说中神与少女的汤屋原型能登屋。与别的桥梁不同的是，它是显眼的红桥。晚上点灯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欣赏这个传说中的景色。银山温泉的由来是在17世纪时，这里曾是白银的矿场。当时因为采矿而无意间发现了泉源，因此而得到银山温泉的美名。采矿的盛况造就这里的繁荣，至今两旁都保留着大正时期的建筑。这些建筑物大部分都是3至4层楼高，也是银山温泉最吸引人的地方。老街的尽头有一处展望台，这里可以俯瞰银山温泉的街道。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景点白银瀑布了。这个瀑布啊，应该是再过一阵子，我猜可能是会结冰啦，因为我好像有看到网络上的图片是最后是结冰的样子，或者是没有结冰，但是就是水流可能不会这么大了。这边有阿兜啊，在走这个非常高风险的独木桥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拍起来都超级有气氛的，每个画面都跟明信片一样。那我要再回主干道找一间咖啡厅避雪一下。妈妈已经冷到受不了了，所以不能让她这么冷。那我们就再等1个多小时就可以看到点灯了。
回程时，我感觉这一条街道每走3步，抬起头的景色都不一样。我想，这个大概是为什么银山温泉这么让大家着迷的原因。其实本身温泉区并不大，但在这条街上能感受到不同的温度，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银山温泉晚上开始点灯了，现在时间差不多是下午4点50左右，到处都是闪光灯，漂亮吗？我个人觉得蛮漂亮的，真的跟照片看的差不多。这个真的是我期待已久的景点。那其实像冬季要看点灯，也不一定要过夜啦。我是预计等一下搭6点20下山的公车，但你看现在还有快2个小时，天色已经这么黑了，所以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拍夜晚点灯的情况，其实是很足够的啦。所以也没有说要拍夜晚的银山温泉就一定得过夜哦。夜晚点灯的模样真的很有气氛呢，人蛮多的。那最佳的拍照地点应该是靠近能登屋前的2、3座桥这里。大概在晚上4点半过后，天就开始黑了，所有的人潮都集中在大街上，大家纷纷拿起手机与相机，都想把握眼前珍贵的画面，拍下点灯后浪漫的街道与景色。结果就变成到处都是闪光灯。听到我这么一说，大家就知道，其实完美照并不好拍，因为背景都是人，而且很容易出现闪光灯。尤其最热门的拍照景点就是能登屋前的虹桥。拍照不只要排队，而且背景又很难净空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自助的旅客，又没有住宿的，我有发现，大概在5点15以后，因为大多数的旅客都要回下榻的饭店准备用晚餐。这时候的街道会非常的干净，人也相当少，是一个绝佳的拍照时间点。小小的心得回馈给大家，并不会因为没有住宿就看不到美丽的点灯，还是可以拍下超浪漫、超美的照片的。晚上的银山温泉真的很浪漫，气温虽然很冷，但是走到街道上却非常的有温度。最后提醒大家，也别拍过头，深陷其中而错过下山的末班车哦。现在下着雪跟雨，那我们要回去搭车了。现在已经快6点了，车子是6点20的。银山温泉再见喽。那你有没有新干线？公车的上下站都在这里。回去都要尽早来排队哦，不然会没有位置坐。3型的新干线。这个是仙台的特产，叫做笛之月。我记得我之前吃过，它是一款类似榛果子，然后里头有卡士达的奶油酱这样子口味大概就是很中性的口味，大家都可以接受的。然后这个产品不用担心买不到，这个仙台车站大概有20家店都有在卖吧，超多间在卖这个的，有来的可以考虑买一下，它是不会累的产品。然后，因为我们从银山温泉回来到仙台站已经9点多了，它这边有一个地下街是开到11点，那就在仙台车站的 B1， 有需求的呢也可以过来这边找吃的。结果我得更正一下，那个美食街虽然标榜到10点至11点，但是很多店家9点半过后就不接了。然后因为我们下去的时候刚好是9点40几，所以就没办法吃啦。然后后来我看到车站对面有一间松屋的，上面有这间也是松屋旗下的，专门卖炸猪排的。然后因为这一间我在名古屋曾经吃过，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而且它的价位都非常的实惠，你看炸猪排590，唐人鸡也才790。然后重点是这一间的味噌汤跟白饭都不用钱，然后它的白饭是国产米，我之前吃过，非常的好吃，所以这间我认为真的是 CP 值很高，它很容易跟松屋是开在一起的，所以有看到的话可以来吃吃看。然后我妈点的仍然是跟炸香有关的2只炸虾跟猪排的套餐，应该是1001日币左右。反正那个酱我记得很难吃啊，你等一下吃吃看是不是一样不好吃？
然后我点的是炸猪排跟唐扬鸡的组合。其实原本想要全部都点唐扬鸡的，但是后来想说算了，还是给炸猪排一点面子，因为毕竟人家是炸猪排连锁店。那我这一份的话是880日币，真的很划算耶。饭是吃到饱，汤是喝到饱哦。哦，它的唐扬鸡好好吃，它的味道很够，而且里面很多汁，很鲜甜多汁，然后外皮很松。外皮这个炸的有点像台湾炸鸡的皮，所以我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是少数，我觉得它的外皮真的炸得很酥，而且它的皮蛮薄的，推荐。